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都在意脸面，街上的美容院、医美诊所遍地都是，很多上了点年纪的老朋友，听人说脸上长痣显老，会影响运气，二话不说就花钱去激光点掉，满以为去掉霉运痣就能顺风顺水，可结果呢，痣没了，家里头的事情不仅没顺，反而更糟了。有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有的跟老伴天天吵架，甚至连自己辛辛苦苦存在银行里的老本都被人骗光赔光了。你以为这是巧合吗？绝对不是巧合。这个道理很简单，老天爷是有眼睛的，老祖宗留下来的这门面相学的学问，不是叫你去搞迷信，而是叫你去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的这颗心。你们要晓得，你的这张脸就是你这一生吉凶祸福的天气预报。我们中华文化里头有一句最核心最要紧的话，叫相由心生，这4个字不是随便说说的糊弄人的话。你心里头起了一个什么念头，做了一件什么事，你的五脏六腑，你的气机就会跟着起变化，气机一变，最后全都会浮现在你这张皮囊上。脸上的痣长在什么地方，颜色是亮的还是暗的，是饱满的还是干瘪的，全都在透露老天爷给你的信号。你们要晓得，我们人活着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口气，靠的是身体里头的气血在运转。你想想看，你如果跟家吵架，你的脸是不是唰的一下就红了，或者气得铁青，对不对？这叫气血上涌。要是你突然受了很大的惊吓，脸是不是一下子就白了，甚至冷汗直冒？这就说明你的心念一动，你身体里的气血就跟着走。你天天算计别人，天天发脾气，天天在心里头抱怨，这种负面的能量，这种毒气在身体里走不通，憋在经络里，最后总要找个出口冒出来，对不对？冒出来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你脸上的暗斑，变成了突然长出来的一颗黑痣。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你开着一辆汽车在路上跑，汽车的发动机出了毛病，机油漏了，这个时候仪表盘上是不是会亮起一个红灯来报警？这个红灯就是你脸上的痣，它是在提醒你赶紧停车，赶紧检查，赶紧修一修你的心，修一修你的德行。结果你倒好，你嫌这个红灯亮着太刺眼，你觉得它不吉利，你拿起一把锤子跑去美容院，直接把这个报警灯给砸了，灯是不亮了，你看着顺眼了。可是我问问你，你汽车的发动机修好了吗？你的气机理顺了吗？你的因果业力消除了吗？根本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说去点痣，这就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向外去求法，永远不如向内去求心。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你身上的吉凶祸福都是你自己的起心动念造出来的，你心里的贪念嗔恨怨气不去掉，你就是把脸上的皮换一层，该来的灾祸一样会来。你不去治本，天天在表面上做文章，这不是舍本逐末是什么？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跟诸位把这个底交了。你的脸上有4个地方的痣，那是万万不能瞎动，不能瞎点的。这4颗痣，不管你现在有没有，或者说原来没有，现在突然长出来了，或者颜色突然发生变化了，你都要高度警惕这4颗痣，管着你的家庭，管着你的伴侣，管着你的事业，还管着你晚年的钱袋子。他们就是老天爷装在你身上的雷达，你把预报天气的雷达给拆了，你还怎么躲雨，怎么避风？接下来的时间我会一颗一颗的给大家讲透。
这4颗绝不能乱点的因果字，到底长在什么位置？它背后藏着什么样的人情世故和天地契机？咱们先来看看这头一颗绝对不能随便乱动的字，它就长在我们的鼻子两旁，也就是靠近鼻翼或者是人中两边的这个地方。现在很多人跑去看面相，只盯着自己的鼻子看，哎呀，我的鼻子挺不挺啊？鼻头肉多不多啊？觉得只要鼻子大就能发大财。可是我告诉你们，财赚得再大，如果你一回到家，推开门，面对的是一个冷冰冰的屋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赚那座金山银山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老祖宗讲的家和万事兴，这话不是随便拿来挂在墙上当摆设的。这个鼻子两旁的区域在中庭的枢纽地带，它管的不是你在外面的风光，它管的恰恰就是你这辈子的婚姻幸福，管的是你们家里的那团火到底暖不暖。如果这个地方的字长得端端正正，颜色也很均润，那我要恭喜你，这说明你们夫妻俩懂得互相包容，两个人过日子哪有不磕磕绊绊的？可能为晚饭吃什么拌几句嘴，但吵完之后双方都懂得给个台阶下，气场是流通的，这叫欢喜冤家。可是如果你哪天早上洗脸，突然发现，我鼻子旁边怎么冒出一颗痣来，而且颜色一天比一天黑，或者原本就有的一颗痣周围那一圈开始变得模模糊糊，像蒙上了一层脏兮兮的灰气，我告诉你们，这个时候你千万要警惕了。这不是什么你没睡好长出来的色斑，这是老天爷在你脸上亮起的红灯，他是在警告你，你们家的温度计快要降到冰点了，你的婚姻和家庭正在经历一场暗火煎熬。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发黑？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们想想看，不管是中年的夫妻，还是在一起过了大半辈子的老夫老妻，为什么后来会变成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其实为了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吗？根本没有，无非就是你嫌弃我的没拖干净，我嫌弃你东西乱扔，或者婆婆说了一句什么话，让儿媳妇心里不痛快了。为什么这么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能让两个人像仇人一样吵得翻天覆地？因为你的心里头积攒了太多的怨气，你觉得你为了这个家当牛做马，累死累活，可是对方完全不体谅你，他也觉得他在外面受了一肚子的委屈，回到家还得看你的黑脸，两口子谁都不肯退让半步，都觉得自己最委屈。你们要晓得，人的这口怨气它是活的，你憋在心里不发散出去，它就在你的血液里经络里堵着，越堵越死，最后这些毒素和淤血顺着气血走，全都在鼻子两旁的这个位置结成了一块暗斑，变成了一颗发黑的痣。早几年有一对中年的夫妻，两个人在外头都是做大生意的，男的开厂，女的管着好几个门店，在外面别人都叫他们老总，可是这夫妻俩只要一推开家门，那就成了修罗场。两个人白天都在外面打拼，累得像狗一样，晚上一回家，男的把公文包往沙发上一扔，领带一扯，看见厨房里冷锅冷灶的，心里的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他就冲着里屋吼，我在外面拼死拼活应酬，回到家连口热汤都喝不上，你像个当老婆的吗？女的本来就在书房里对着电脑跟客户对账，头痛欲裂，一听这话，把笔记本啪的一合，眼睛通红的冲出来，你以为我每天在外面是去享福的吗？我跟供应商谈价格谈到嗓子哑，我是给你当老妈子的吗？这个家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就这么着，两个人谁也不让谁，话怎么难听怎么骂，
像2把刀子一样往对方心窝子里捅，吵累了就各自摔门进房间，谁也不搭理谁。整个大房子装修的金碧辉煌，可是里头冷得像个冰窖，连一点点热乎气都没有。后来这个做妻子的在洗脸的时候，就发现自己鼻子旁边长了一颗特别明显的黑痣，周围的皮肤也是灰暗发黄。他是个爱美的人，在外头也要面子，心里觉得这颗黑痣太难看，不仅显老，还像个倒霉的记号。于是他二话没说，抽空跑去街边的高档医美诊所，花了几千块钱，用激光滋滋滋几下把那颗痣给打掉了。打完之后，他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这下干净了，心想自己的运势应该也能好转了，家里的霉气也该散了。可是结果呢，他把这颗痣点掉了。家里的争吵停了吗？不仅没停，反而变本加厉。为什么？因为警示灯没了，他连最后一点忌惮都没了，脾气越来越暴躁，男的也越来越心寒，天天宁可睡在厂里，也不愿意踏进这个家门半步。最可怜的是谁？是他们那个女儿，大人天天吵架，以为孩子在屋里写作业听不见，其实孩子的心最敏感。家里的气场冷不冷，他感受的比谁都真切。这个小女孩每天回到家就像回到了一个地狱，没有人在餐桌前陪她吃顿饭，她每天就只能自己煮一碗泡面，关在房间里，一边流眼泪，一边听着外面客厅里父母互相咒骂的声音。终于有一天，到了冬天最冷的时候，这对夫妻早晨起来，发现女儿的房门大开着，书包没了，衣服也没了，桌子上只压着一张薄薄的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这个家就像个大冰柜，我快要冻死了，你们既然这么恨对方，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别找我。这2个人在外面叱咤风云的老板看到这张纸条，当场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抱头痛哭。赚那么多的钱有什么用？厂子开得再大有什么用？老天爷把他们最重要的命根子给抽走了。诸位啊，你想想看，那个妻子把鼻子旁边的黑痣点掉了，管用吗？一点用都没有。因为那颗黑痣只是老天爷安在你们婚姻里的一个温度计啊，是老天爷在急切地提醒你，你家里的火要熄灭了，你家里的风水要败光了，你的福气要散尽了。你觉得温度计显示的气温太低，不好看，你拿锤子把温度计砸了，难道屋子里就能暖和起来了吗？你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你把老天爷给你的警报器拆了，你不去反省自己心里的怨气，不去体谅对方的辛苦，你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去发泄情绪，最后的结果就是把最亲的人彻底推下悬崖。长了这样的黑痣，或者最近气色发暗，你千万不要急着跑去医院找大夫，更不要去找美容院的麻烦。你要找谁的麻烦？找你自己内心的麻烦。我教你们一个最简单最不花钱的化解办法。下一次当老伴再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或者你又为了谁洗碗谁扔垃圾这些破事气得浑身发抖，准备张嘴骂人的时候，你千万要管住自己这头猛兽，你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在心里头默默地数3个数，你只要能忍住这3秒钟不顶嘴，你家里的灾难当场就能减少3分。你别觉得忍让是吃亏，你都一把年纪了，赢了一时的口舌之争，把老伴气出个好歹来，把子女们吓得不敢回家，你到底图个什么？这笔账你怎么算都是血亏啊！你试着把心放软一点，在老伴发完脾气之后，
去倒一杯温水放在他面前，平心静气地说一句，其实你为了这个家也挺辛苦的。我告诉你们，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这一杯水，这一句话递过去，对方心里的冰山瞬间就化了，你们之间的那股子黑压压的怨气就像见到了太阳的晨雾一样，马上就消散得干干净净，怨气一散，经络一通。你再去照照镜子，你就会发现根本不需要动刀动枪，也不需要花钱点字，鼻子两边那一层灰暗的气色自己就退下去了，那颗暗沉的黑痣也会因为你内心的柔软和包容，慢慢变得圆润，有了光泽。这才是真正的改命，这才是把砸碎的温度计重新变成了暖炉，保住了这个家庭的暖气，你以后的日子才能越走越有福气。讲了鼻子旁边的这颗温度计，大家心里有数了吧？家里的火要是保住了，咱们接着往上看，看哪里呢？看你眼睛的后头，也就是眼尾，眉毛和眼睛交界往外走的这个地方。在老祖宗传下来的面相学里，这个地方叫肩门，也有个大家更熟悉的叫法，叫夫妻宫。这个地方管什么？它管的是你这辈子的男女情缘，管的是你身上背着的那些情债。现在的年轻小姑娘小伙子，或者有些到了中年的朋友，如果在眼尾这个地方突然长出了一颗痣，或者原来有颗痣，最近突然变得发灰发暗，甚至透着一股子邪乎的暗红色，他们还挺高兴，觉得这叫桃花痣。甚至还有人特意跑去美容院，在眼角纹一颗痣，觉得这样看着迷人，能招桃花。你们要晓得，这可是大麻烦要来了。这种想法简直就是拿自己的命在开玩笑。什么是桃花？老天爷给你的正缘，那叫开花结果。你在外面招惹的那些不清不楚的关系，那全都是烂桃花，全都是来讨债的业力。这个道理很简单，人活在世上，你的精气神是有定数的，你把心收在家里，跟老伴踏踏实实过日子，你的精气神就全凝聚在这个家里，家道就会兴旺。你一旦动了歪心思，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在外面有了什么花花肠子，觉得那是遇到了真爱，你的心就散了，你的气就漏了，你的眼睛天天往外头瞄，心里天天盘算着怎么瞒着家里人，这种做贼心虚心猿意马的瘴气全都会往你的眼角汇聚，时间一长，经络堵塞，眼尾那颗警告你的黑痣就冒出来了。你以为长这颗痣是让你走桃花运，我告诉你们，那是老天爷在拿鞭子抽你，警告你，你的情关破了，你的家宅要不得安宁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不去收心，不去斩断那些烂桃花，反而跑去花钱把这颗痣给点掉。你把它点掉了，你心里的那点花花肠子就没了吗？外头的债主就不来找你了吗？这就是瞎胡闹。你把眼角的警报灯关了，你只会更加胆大妄为，更加不知收敛。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被家里人发现，闹得离婚分家，好好的一个家四分五裂，有的甚至因为这些烂事把名声毁了，把一辈子的事业都赔进去了。宋代有个很有名的大臣叫司马光，大家都听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知道他从小就聪明勇敢，后来做到了宰相，编了《资治通鉴》，是一代名臣。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里的事。司马光跟他的妻子感情很好，但有一个遗憾，就是妻子一直没有生下孩子。在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妻子心里特别愧疚，总觉得对不起司马家。有一天晚上，司马光在书房里挑灯夜读，
夜深人静的时候，书房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走进来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一个打扮得非常漂亮娇滴滴的年轻女子，手里还端着一碗热茶。这个女子是他的妻子背着他偷偷花大价钱买回来的一个小妾，特意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打扮好了送到书房来，就是想让司马光收下她，好给家里留个后。你们想想看，这在古代可是完全合情合法的事情，还是正妻主动安排的。换了定力不够的人，面对这种送到嘴边的诱惑，可能顺水推舟也就接受了。可是司马光怎么做的？他坐在书桌前，连眼皮都没怎么抬，他看了一眼那个满脸娇羞站在面前的年轻女子，眼神清明的就像一汪泉水，没有一丝一毫的邪念。司马光放下手里的书，语气非常平淡，但又非常坚决地问了一句：是夫人让你来的吗？那女子点点头。司马光摆了摆手，就像赶走一只小飞虫一样，对他说：回去告诉夫人，我在读书，不需要人伺候，你也出去吧。连碰都没碰一下，连多看一眼都没有，直接把人打发走了。后来他更是坚决不纳妾，跟妻子两个人相濡以沫，清清白白的过了一辈子。佛法讲得很清楚，一念不生，万法无救。你心里没有那个缝隙，外面的邪风就吹不进来。司马光为什么能成一代名臣？因为他守得住自己的心，他知道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情债，多一份牵扯。他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精气神全都用在了做学问，为百姓谋福利上，全都留给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因为他不漏这点精气，他的夫妻宫一辈子都是干干净净明亮润泽的。他身上的那股子清正之气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的美名。你再看看现在的一些人，口袋里稍微有了2个钱，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妻子在家里伺候公婆带孩子，熬成了黄脸婆，他嫌弃人家难看，在外面跟这个搞暧昧，跟那个纠缠不清。你要晓得，你招惹的每一笔烂桃花都是要拿你的福报，拿你的财运去还的。多少人原本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就因为在外面沾花惹草，最后被身边的这些烂桃花把钱骗光，把精力吸干，弄得家破人亡。这就是因果，丝毫不爽。所以诸位老朋友，你们自己要警惕，更要拿这个道理去教育你们的儿子女儿。如果发现眼尾出现了不好的气色，或者长了那种发暗发灰的痣，千万别去动刀子。怎么化解？唯一的办法就是收心，把你在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全部砍断。回到家里，看看那个陪你吃苦受累的老伴，多想想人家年轻时候是怎么死心塌地跟着你的。你只要心里的这个贼死了，外面的邪缘就断了，你眼角的这股子晦气自然就散开了，夫妻宫就会重新恢复明亮。守得住老伴，你才守得住你后半生的福报。你们千万要记住这一点。讲了眼角的夫妻宫，守住了情关，咱们的目光再接着往下走，走到哪呢？走到咱们这张脸的最下头，看看你们的下巴。在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学问里，下巴这个地方有个非常大气的名字，叫地阁。大家常听人夸福相，说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讲的就是这里。这块地阁管的是什么？它管的是你晚年的福报，管的是你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袋子到底有没有漏，管的是你到了60、70岁以后能不能安安稳稳地享清福。如果你的下巴长得圆润饱满肉乎乎的，气色看着透亮，我告诉你，
这叫厚德载物，说明你这个人一辈子做事踏实，心里头有德行。到了晚年，你的财富就像水聚在聚宝盆里一样，稳稳当当的，儿孙也跟着沾光。可是如果你突然发现下巴上莫名其妙冒出一颗黑痣，而且这颗痣干瘪瘪的，周围的皮肤也跟着发黑发暗，摸上去没有光泽，就像干枯的树皮一样。或者你本来下巴上有一颗普通的痣，最近突然变大了，变黑了。诸位啊，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千万别大意，你们要晓得，这是老天爷在给你亮红灯，拉警报了。他是在告诉你，你的底盘不稳了，你的钱袋子破了一个大洞，你晚年的福报正在漏光。为什么会漏？这个道理很简单，钱财是怎么来的？是用你的德行换来的，晚年破财。十有八九是因为你的心里头起了一个可怕的东西，这个东西叫贪念。很多老人家或者快退休的人，辛苦了大半辈子，本来手里已经攒了不少钱，足够养老了。可是呢，人到了这个时候，往往最容易犯糊涂，看着别人赚快钱，心里就痒痒，看到一点小便宜，就忍不住想去占，为了多捞一点，甚至开始做一些昧良心、踩底线的事情。你以为你做得很隐秘，没人知道。我告诉你们，只要你心里的贪念一动，亏心事一做，你身体里的气机马上就跟着乱了，你的精气神拖不住这些不义之财，这股子阴暗的贪气、亏心气往下一沉，就全淤积在你的地格上了，最后就结成了那颗发黑干瘪的恶痣。有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60多岁了，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家底非常厚实，本来他都盘算好了，年底就把生意交给儿子，自己彻底退休，去带带孙子，钓钓鱼，享清福了。就在这个时候，天降了一笔大买卖，有个大工程主动找上门来，这单生意要是做成了，利润高得吓人。可是这里头有个条件，对方暗示他，要想利润最大化，得在账面上做点手脚，搞一套阴阳合同来逃避一大笔税款。这位老总干了一辈子实业，以前也是本本分分的，面对这个诱惑，他一开始也犹豫，可是他在书房里抽了整整1夜的烟，心里那个贪欲就像长了草一样疯长，反正就干这最后一票，干完就金盆洗手了，神不知鬼不觉，这几百万不赚白不赚。第二天他咬着牙去把字签了，在密室里签那份假合同的时候，他捏着笔的手都在微微发抖，额头上的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淌。为什么出冷汗？因为良心不安啊，因为心虚啊。就在那段时间，他老婆就发现他下巴的正中间非常突兀地长出了一颗黑不溜秋的暗痣，看着特别刺眼，整个下巴的气色也变得无情发灰。他老婆劝他，你这脸色不对劲，去医院查查，或者找个店把这颗难看的痣点了吧。他摆摆手说，点什么点，等我做完这笔大单子，有的是时间去折腾。结果呢，大单子刚做完，钱还没焐热，上面就来了一场突击彻查。因为资金流水太大，账目造假被查得清清楚楚。那天稽查人员推开他办公室大门的时候，他整个人瘫在老板椅上，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这一下不仅那笔所谓的利润全都被没收，还被开出了天价的罚款。为了补齐罚款，免去牢狱之灾，他把大半辈子积攒的房产厂房全都折价卖了，连给他孙子准备的教育基金都赔了个精光。临到老了，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你们想想看，
如果当时他跑去美容院，花上几百块钱，拿激光把他下巴上那颗黑痣啪的一下点掉了，他就能躲过这场倾家荡产的劫难吗？绝不可能。佛法讲得很清楚，贪心一起，百万障门开。你的贪欲就是那个漏财的窟窿，下巴上的黑痣，只不过是老天爷贴在窟窿外面的一张警告条。你不去把心里的贪欲填平，不去把赚黑心钱的漏斗堵上，你光把外面的警告条撕了，这除了自欺欺人还能有什么用？很多老年朋友也是一样，本来每个月领着退休金，日子过得安安稳稳，非要贪图什么高额利息，去搞什么乱七八糟的投资，或者为了贪超市里几毛钱的小便宜，跟人在大马路上争得面红耳赤。你动了这些贪念，做了这些亏心事，你晚年的福报就顺着下巴底下的这个孔，像沙子一样漏得干干净净。老天爷在你的地格上长出这颗痣，那是菩萨心肠啊，那是他老人家在拍着你的肩膀提醒你，老伙计，你的心偏了，你的路走窄了，赶紧悬崖勒马吧。你要是真的看懂了这个天气预报，你应该怎么做？赶紧把伸出去的手缩回来，不该你拿的钱一分都别碰，已经占了的便宜老老实实退回去。你要懂得知止，人到了晚年最大的智慧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只要你心里的贪念一断，守住自己那份干干净净的本分，你下巴上的气机就重新聚拢了，那颗发黑发干的恶痣也会因为你良心的发现，慢慢的颜色变淡，或者不再往外冒那种晦暗的败气。这叫什么？这就叫厚德载物，德行补上了，你的养老钱才真正安稳了。下巴这个漏财孔咱们讲透了，大家要把晚年的贪念守住。现在咱们把目光从这张脸的最下面直接移到最上头去，大家伸出手摸一摸自己的额头，在老祖宗留下来的这门大学问里头，这块地方非常要紧，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天庭。很多老朋友跑来找我，说我最近事业卡住了，身边全都是些小人，贵人一个都碰不到，您看我该怎么办？是不是要去庙里求个福，或者去把额头上这颗黑痣给点掉？我通常不先跟他们讲怎么做生意，怎么求财，我都是先盯着他们的额头看一看。你们要晓得，天庭这个地方掌管的是什么？是你早年和中年的运势。更要紧的，它管的是你的贵人根，也就是说，你这辈子跟家里的父母长辈，跟外面那些比你年长能提携你的上司和恩人，到底有没有缘分？如果我看到这个人额头上干干净净，或者就算有一颗痣，但那颗痣的颜色是润润的、亮亮的，整个额头的气色透着一股子祥和，那我心里就有数了。这说明这个人骨子里是个懂得敬老尊贤的人，他对父母孝顺，对待教导过自己的师父长辈，心里头存着感恩。老天爷看到了这份恭敬心，自然就愿意把好运气往他身上推。那些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贵人，一看到他这个人诚恳懂礼数，自然就愿意拉他一把，他的事业怎么可能不顺？但是如果你照镜子的时候发现，上面原本的一颗痣最近变得灰扑扑的，像上面蒙了一层擦不掉的灰尘，整个天庭一点光泽都没有了。我告诉你们，遇到这个情况，你千万别觉得只是没休息好，这是老天爷在你的天庭上拉响了警报。这个信号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最近在待人接物上，尤其是在对父母对长辈的态度上出了大毛病了。
你的心里头生出了一股可怕的傲慢气。你想想看，是不是最近赚了点小钱，或者当了个小领导，翅膀稍微硬了一点，回到家就开始嫌弃自己的老爹老妈啰嗦了，老人家关心你两句，你头一扬，很不耐烦地说，哎呀，你们懂什么，别管我的事。是不是觉得外头那些老前辈的规矩太多，根本不值得你去遵守，觉得全天下就你最能干？当你内心开始起了这种高高在上轻视长辈的念头，你的眼神马上就会变，你的气色就会跟着坏掉，额头上的那颗痣就会越来越暗。这个时候有的人愚痴啊，他觉得这颗暗斑长在脑门上太难看，挡了他的运势，就跑去美容院花钱把它打掉。你把它点掉了，你心里的傲慢就没了吗？你对父母的不耐烦就消失了吗？这就叫掩耳盗铃。你把老天爷装在你脸上的监视器给砸了，你看不到自己内心的狂妄，你就永远不会去低头反省。你事业上的不顺，根源就在于你内心的不敬，你不去治这个不敬的病，反而把外面的警报器关掉，最后的结果就是身边的贵人全都被你这种恶劣的气场给吓跑了，你以后的路只会越走越窄。这个道理很简单，我给你们讲个唐代的古人，你们一听就明白了。咱们小时候上学都背过一首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写得多好啊，把老百姓种地的艰难写得入木三分。写这首诗的人是唐代的大官，叫李绅。李绅年轻的时候也是穷苦出身，没权谋事。那个时候他懂得体恤百姓，对提携过他的长辈也算恭敬，所以额头上透着贵气，一路考取功名，最后当上了宰相，发了大迹。可是人一旦有了大权大势，如果心里的定力不够，那股子傲慢和贪图享乐的习气就全冒出来了。李绅发迹之后变得极其奢靡，极其狂妄，他每天吃饭排场大的吓死人。史书上说他特别爱吃一道菜叫鸡舌汤，为了这一碗汤，厨房每天要杀几百只鸡，只取那一点点最嫩的鸡舌头，剩下的全扔掉，简直是暴殄天物到了极点。当年写下粒粒皆辛苦的人，后来浪费起来连眼皮都不眨一下。更可怕的是他的傲慢，他对当年在他穷困潦倒时给过他一碗饭吃，借过他钱的长辈和老乡，不仅没有半点感恩，反而极其刻薄。谁要是稍微不顺着他的意，他立刻翻脸不认人，高高在上的把人踩在脚底下。你们想想看，这种极端的狂妄不敬和奢靡，怎么可能拖得住他那点福报？他的所作所为把天地间的贵气和福气漏得一干二净，天庭上的那股清明之气全被恶业给冲散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李绅死后没多久，因为他生前造下的那些恶业和冤案被查了出来，朝廷下令削夺他所有的官职，连他的子孙也被连累，发配的发配，落魄的落魄，家道彻底中落。老祖宗讲的百善孝为先，这不仅仅是教你做个好人，这是在教你接通天地间最大的贵气。所以如果你们现在事业卡住了，或者发现额头气色不对，长了发暗的恶痣，千万别去乱点。你想把贵人找回来，想让事业重新顺风顺水，不需要花1分钱，你只需要在明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去给你家里的父母端上一杯热茶，平心静气地跟他们好好说几句话。就算父母已经不在了，你出门遇到年纪大的长辈，你客客气气地让个座，低个头，
叫一声您老好。只要你把心里高高在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把这股子恭敬心重新升起来，佛法讲得很清楚，一念回击便同本德。你心里的恭敬一出来，你天庭上的气色自然就会亮起来，那颗暗沉的恶智也会慢慢恢复润泽，这才是真正的把贵人雷达给修好了，你的前路自然就有光了。讲到这里，大家心里头应该都有个数了。咱们把这张脸上最要紧的4个地方全都给诸位捋了一遍。你们看，这4颗字管着你家里的冷暖，管着你夫妻的情分，管着你晚年的财库，也管着你这辈子的贵人前程。这4条线把它们合在一起，不就是咱们老百姓这一辈子最牵肠挂肚的几件事吗？其实说了这么多，我是想给诸位点破一层窗户纸。你们要晓得，刚才咱们讲的这4个地方长出来的痣，或者说是突然冒出来的那些发黑发暗的斑块，它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它们不是从外头飞到你脸上去的，它们全是你自己从心里头长出来的。现在的社会大家都很浮躁，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情，第一反应就是往外找原因，是不是我家里的风水不对？是不是我的名字没起好？一照镜子，哎呀，原来是我脸上长了一颗倒霉痣，找到了这个借口，心里头顿时就觉得轻松了，觉得这下可算找到罪魁祸首了，然后赶紧跑去街边的美容院，花上一笔钱，咬着牙用激光滋滋滋几下，把这颗痣给烧掉弯掉，涂上一点药膏，看着脸上干净了，心里头美滋滋的，觉得这下霉运总算是被我连根拔起了。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天下最糊涂最荒唐的事情。这叫什么？这就叫向外求法，皆是痴妄。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去院子里看一棵大树，如果这棵树的树根在泥土底下已经被虫子蛀烂了，或者缺水快要干死了，这棵树的树叶马上就会发黄，会长出黑斑，最后一片一片的往下掉。这个时候你看着树叶发黄难看，你拿出一桶绿色的油漆，爬到树上去，把那些发黄的叶子全给刷成绿颜色的。你站在树下看着挺顺眼，满树都是绿的。可是我问问你，这棵树能活下来吗？它绝对活不下来，过不了几天，连树干都要枯死。为什么？因为你只管了表面的叶子，你根本没有去治底下的那个树根啊。咱们人的这张脸就像是这棵树的叶子，咱们身上的气血经络就是树干，而咱们的这颗心，咱们的起心动念才是那埋在最底下的树根。你心里头生出了对老伴的怨气，生出了在外头沾花惹草的淫欲，生出了贪别人小便宜的贪念，生出了看不起长辈的傲慢。这4种毒气就是咬坏你树根的毒虫，这些毒气在你的身体里面走不通，顺着经络往上顶，最后在你脸上最薄弱的那些地方结成了那颗发黑发暗的痣。所以你跑去美容院把这颗痣点掉，就等于是在拿绿油漆刷树叶。你骗得了别人的眼睛，你骗得了你自己，但你骗不了天地间的因果，更骗不了你自己的这副皮囊。不仅骗不了，你这么干还会惹出更大的灾祸。你想想看，我前面反复讲，老天爷在你脸上长出这颗恶痣，那是菩萨心肠啊，那是他老人家看你马上就要掉下悬崖了，赶紧在你脸上挂一个红色的警示灯，提醒你，老伙计，赶紧刹车吧，再往前走就要粉身碎骨了。你不仅不领情，你还嫌这个警示灯太刺眼，你一锤子把它给砸烂了。
警示灯没了，你心里的那些怨气、贪欲、傲慢还在不在？全都在，不仅在，而且因为警报器被你拆了，你连最后一点忌惮之心都没有了。你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家里人发脾气，更加不知收敛地去占便宜。那些毒气在你身体里越憋越多，最后找不到出口，直接冲撞你的五脏六腑，冲回你的家宅气场。到时候等真正的大灾大病落到你头上，你连哭都找不到地方。我今天坐在这里苦口婆心地跟诸位讲这些，就是看不得大家花着冤枉钱，受着皮肉苦，最后还要把自己的命越改越薄。大家千万不要去害怕自己脸上的这些痣，你发现了它，你应该感到庆幸。为什么？因为你提前收到了老天爷的天气预报。这就好比你在出海捕鱼之前，雷达告诉你前面有狂风暴雨，你知道了有暴风雨，你就老老实实把船停在港口里，把缆绳拴紧，在船舱里安安静静地喝杯热茶，等这阵邪风刮过去，你再出海，必定是风平浪静，满载而归。这才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无上智慧，这叫趋吉避凶。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4颗因果字绝对不能去点，那如果咱们脸上已经长了，或者气色已经变得非常难看了，难道我们就只能坐在家里干等着倒霉吗？难道就没有任何自救的办法了吗？绝不是这样。老祖宗既然把问题给我们指出来了，就一定会把解决的钥匙交到我们手里。接下来我会把压箱底的3大保命转运的实操招数一五一十的交给诸位，只要你老老实实照着去做，我保证你不仅能化解脸上的恶气，还能把晚年的福报稳稳地接在手里。这第一招也是最根本的一招，叫做改心。这个心怎么改？就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脾气。我告诉你们，很多家庭的悲剧，还有你身上那些莫名其妙的病痛，都是从一张嘴开始的。夫妻之间或者跟儿女之间，只要有一方那个嘴巴不饶人，天天像刀子一样往外戳，这个家就永无宁日。你想想看，你都一把年纪了，为了个扫把到了，谁去服这种破事？赢了一时的口舌之争，却把家里人的心给伤透了，把家里的风水给败光了，这笔账划算吗？改心就是要你把脾气压下来，下一次你再想发火的时候，把舌头咬住。这不仅仅是放过别人，这也是在救你自己。另外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咱们前面反复说的，要孝顺父母，恭敬长辈。你孝顺父母的每一分钱，每一句话，老天爷都在上面给你记着账呢。你将来老了，你的儿女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这就叫因果，这就叫循环。你把脾气管好了，心里头有敬畏了，你这颗心就安定了，你脸上的气色自然就祥和了。这第二招呢，叫做改习惯。什么习惯？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有一个非常糟糕的臭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把最好的脾气，最灿烂的笑脸全都留给了外人，却把最坏的脾气，最难看的黑脸全都甩给了家里人。在外面逢场作戏，到了家里就大吼大叫。你们要晓得，这是在败你自己的家风啊！你要学着把这个习惯倒过来，回到家里就大吼大叫，和和气气的说话，特别是对着小辈多一点耐心，不要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的去训斥人家。你每天出门买个菜，或者去公园溜达，遇到街坊邻居，多给个笑脸，多打一声招呼，这就叫结善缘。你把和气留给家庭，家庭就兴旺，
你把和气留给外头，这人脉最后都会变成你命里的助力。人活一辈子，活的无非就是一个人情世故，和气生财。你的习惯一改，你的财运和家运才会真正的好起来。这第3招叫做改环境。有的时候你觉得最近真倒霉，干什么都不顺，家里也闹心，而且额头上下巴上那些发暗的气色怎么都退不下去。这个时候你要想到老祖宗的一句话，树挪死，人挪活。当你长时间待在一个让你心情压抑、处处碰壁的屋子里头，你的那个磁场就已经被那些负面的黑气给困死了。你怎么办？走出去，你可以去外地旅个游，换个水土，或者去南方的那些名山大川走一走，晒晒太阳。环境一变，你的心境就跟着通了。心境一通，你身体里的那一团死气就化开了，你脸上的那股子晦气直接就散了。前些年有个做小买卖的老板，因为贪功冒进，生意彻底赔了个底朝天，外面还欠了一屁股的烂债。那段时间他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样，额头暗黄，眼角发黑，胡子拉碴的，天天在街上瞎晃悠，看谁都不顺眼，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他有个老大哥看他实在不行了，怕他寻短见，就硬拉着他去城郊的一家敬老院做义工，说你别天天在家里憋着，换个地方出去干点活，出出汗。这个老板一开始去的时候，心里还端着那个老板的架子，满肚子都是怨气。有一天院长让他给一个半身不遂的老大爷洗脚，他看着那盆水，再看着老人那双长满了老茧干巴巴的脚，闻着那股子刺鼻的味道，他心里头那个火差点就要发作。可是当他硬着头皮蹲下身，把老人的脚放进热水里，用手轻轻搓着那些老茧的时候，老人突然用颤巍巍的手摸了摸他的头，声音沙哑地说了一句：好孩子，辛苦你了。就这一句话，这个老板在那一瞬间突然想起了自己在乡下苦了一辈子早就过世的老爹，他心里的那层硬壳咔嚓一下就碎了，他的眼泪啪嗒啪嗒地掉进洗脚盆里，怎么止都止不住，浑身的冷汗也跟着冒了出来。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慈悲心起，业障消除。从那天起，他不仅不端架子了，还天天主动跑去敬老院端屎端尿，陪老人们说话，把最好的脾气都留在了那里。他的心彻底改了，习惯改了，环境也改了。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过了大概半年，有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开着车来到了敬老院。原来他经常伺候的那位老大爷儿子是个非常大的企业家，一直在外地忙，没空尽孝。这个企业家看到他这么真心实意地照顾自己的老父亲，一打听知道他破产了，而且人品经过了这半年的沉淀变得非常踏实。这个大老板二话没说，直接把自己公司里的一个大项目交给了他去做，一把就将他从泥潭里拉了出来。你们想想看，这个老板之所以能转运，难道是因为他去点掉了脸上的霉运痣吗？根本不是，是因为他放下了傲慢，走出了那个憋闷的环境，在给老人洗脚的时候，把心里头的那份孝道和慈悲给找回来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只要心念一转，立刻放下手里的那把屠刀，哪怕你过去满脸都是晦气，哪怕你下巴上额头上已经亮起了红灯，只要你踏踏实实去做一点利益他人的小事，去帮一帮身边的人，你脸上的气色马上就会重新好起来。
那些所谓的恶质，那些要命的警报，自然而然就解除了。这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根本、最灵验的改命大法。好了，今天坐在这里给大家掏心窝子讲了这么多。我知道在座的很多老朋友年纪大了，听完可能一转头就忘了大半。我最后再跟你们啰嗦一遍，帮你们把这几个要命的重点给记死在脑子里。这4颗警报字打死也别去乱点。第一，鼻子两边的管着你家里的温度，老伴惹你生气了，闭上嘴巴数3秒，千万别把家变成了冰窖。第二，眼角夫妻宫的，那是情债的雷达，外面的烂桃花送上门来，你看都别看。守住老伴就是守住你后半生的福报。第三，下巴上的，那是你晚年钱袋子的漏孔，千万别起贪念，别去占小便宜吃大亏。第四，额头天庭的管着你的贵人运，对父母长辈把心里头那个高高在上的傲慢心给我收起来，恭敬心一出，前途就亮了。我告诉你们，遇到脸上长出这些晦气发黑的恶字，别去花那冤枉钱受皮肉苦，把脾气压下来，把好脸色留给家里人。实在憋闷了，就换个环境出去走走，去敬老院做点力所能及的善事。这几个救命的招数，你们只要老老实实照着去做，我保证你们晚年福报满满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天下最好的风水在哪里？不在别人家的祖坟上，也不在风水先生的罗盘里，就在你自己的这颗心里头。你把心里的怨气、淫念、贪欲和傲慢给化掉了，因果就转了，你的命自然就改了。佛法讲得很清楚，我们凡夫俗子修行，不是让你天天躲在深山老林里，而是要在世间法里头，在家里头去修。今天你们听进去了这些老祖宗的智慧，要是觉得心里头敞亮了，觉得老头子我讲的还在理，我希望你们能做一件大功德的事情。什么事呢？动动你们的手指头，给我点个赞，关注一下。最重要的是，把今天这个视频转发给你们的亲戚朋友，还有你们的儿女看一看。你们要晓得，这可不是让你们去凑热闹，你这轻轻一转发，可能就点醒了一个正在跟老伴闹离婚的年轻人，可能就拉住了一个正准备去医美诊所点痣破财的老人家。你一句善意的提醒，让人家少造一场业，少走一条弯路，甚至救了人家一家子的气运。这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发出去的每一份善意，最后全都会变成你和你家人的福报，这叫功德无量。最后，我希望诸位老朋友听完之后，都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善言，比如你就打上愿家宅平安这几个字。当你敲下这几个字的时候，你的心里升起了祝愿全天下家庭和睦的慈悲心，这份强大的正向磁场，最后一定会回向到你自己，回向到你儿孙的身上，